现已夺回部分阵地。好，全体登用。梁副军长下达指令，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，认真打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彻底消灭红军，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2营的真正实力，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。是。不行了，南京都通气，一点准备都没有，顶不住了！怎么会？尽量挺。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，没有重火力配置，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，实施斩首。队长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，第1、2组负责清理周边感受，第3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，并吸引敌方火力，第4、第5组随我直接接敌作战，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。是，袁总，到。你迅速占领制高点，伺机斩首。没问题。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，不会的，有我在，他肯定会露面。家伙带了吧？放心吧，都带着。好，时间紧迫，出发！行动！军长，是步兵学院的学员。正愁找不着他们，自己搜上门来了。搜索郭子健的位置。是。队长。郭子健，带着几个学员兵就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吗？太高看自己了吧？给你个机会，出来乖乖投降，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，我保你活到演习结束，怎么样？
击手已清除。郭子谦，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，你已经没有底牌了。出来！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？蒋局长，你输了。哼，还是喜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啊！开心。单挑，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。行啊，那就陪你玩玩。都阵亡了，别打了！谁让你开枪的？我的耳麦跟特战队是一致的，我来试试对讲。可电台都不行，对讲系统的频率那么低，更不行吧？干扰系统重点干扰的是2G 到4G 频段，这些频段的发射频率都在2000赫兹以上，而对讲系统低于500赫兹，反而不受干扰。可对讲机的距离有限制啊。我们装配的是最新式的短波对讲系统，应该能够连通。蜜獾，蜜獾，猎豹呼叫蜜獾。我是蜜獾，猎豹请讲。我发现疑似首脑要地，需要你亲自清除。坐标给我，我马上赶去。记住地点，地点是地下坑道。具体坐标我马上发送给你。我们先行撤离。出发！猎豹，猎豹，
刚才23连突击群受对方小散单兵火箭弹打击严重，部队已经散乱，请酌情处置。明白。徐副连长，你马上返回连队装备隐藏处，带队赶往镇政府方向。注意，在出发以后，一定要保持单兵分散，交叉掩护重装备。明白了。兔崽子没有火箭弹，但他们怕步兵。那你呢？我前往镇政府两侧，回收被打散的23连装备。记住，行动迅速。是。东方晴天，为什么不及时报告23连遭遇？刚才情况紧急，我正准备汇报。你的攻击无人机呢？练了那么久，难道是摆设吗？为什么不助攻？曾参谋，目前只配备了1台攻击无人机，导弹携带也少。我想。刚才那队没抓上，以为会多来几队嘞，没想到就来了3只小猫咪，哼，骚性。看这做派，一定是老杨吧？真聪明，答对了。都是好装备，拿去吧。谢了，副连长。啊，别谢。输给你，不丢人。野狼，汇报情况。我是野狼，4只红嘴鸟，1手龙。明白。行啊，老杨，学我口音学得挺像的，什么时候练的？随便练练。坐标已发送。目标坐标已发送。打了。曾参谋，蓝军估计已经不行了，刚才应该只是强弩之末。好，徐副连长，你亲自带10几个人，从镇政府右后方切进去，从那里可以直接登上楼顶，占领了制高点，后面的仗就好打。是。不到最后关头，也别轻言胜负。好小子，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啊！这个盘子翻得好。曾梦涵这次表现优异，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。疾风知劲草，乱世现英雄。一连这帮臭小子，以前让曾梦涵给他们当连长，100个不愿意。你看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曾梦涵把他们从泥坑里带出来。
辛苦了，多谢多谢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好，报告，营长，目标拿下，演习结束了。过去吗？不用，直接冲过去就是了。哦，好啊，马参谋长，有点意思啊。是吗？就是战场太局限了，装备火力用不上啊。城市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形式，尤其是陆军的作战形态。这里的各个街区和楼宇间的攻守对抗、楼房结构、院落布局、地下盘管、商铺住宅的城市运用、城市狙击作战的新战法研究，这些都是现代和未来战争经常遇到的课题。我们的训练呢，就是针对未来战场而设计的。
山豹旅的训练呢，与外军训练原则相似，训练像打仗，打仗像训练。你说什么？训练像打仗，打仗像训练，训练不就是训练吗？我们要求训练就跟真打仗是一样的。你现在所看到的一切，就是我们的日常训练课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训练，战士们到了战场上才会感觉和训练中很贴近，心理压力小，打仗跟训练一样轻松。有意思。队长，一边跑。那意思。王连长，走，走。为什么不把对面的狙击手干掉？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。这就是城市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。城市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。有点意思啊。肉眼是不可能发现深藏在高楼内的敌人的。王连长，跟我来。王连长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系统的热成像技术，对整个楼房进行多方位扫描。你看，这个光点呢，就是刚才这名狙击手，他现在正在向上层移动。怎么才能消灭他呢？现在还消灭不了他，因为他现在呢，至少与我们之间隔了2层墙壁的距离。只有等他再次靠近我们这面的狙击点时，人和枪才会暴露在最少防护的地方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有机会去锁定他。结果待定。帮我连接视频，我要跟观摩组的首长们讲话。是。各位首长，张教授，御风营刚才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，问题太多，无法一一讲评。今天的观摩到此结束，回头我会呈送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各位首长。老龙，你说咱们是不是玩得太嗨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梁副军长这面子挂不住啊！哈，蓝军存在的价值，就是要暴露红军存在的问题。现在挂不住，总比以后挂不住要好。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太多了，咱们玩得越嗨，对他们越有帮助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次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。我们的价值魔方，今天丢人是丢大了。虽然今天这个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点的。有问题，我们解决问题，没必要自暴自弃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是，以后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，除非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真的被人家给打垮了。成也好，败也罢，我郭子健都能接受。可是你看看，今天从头到尾，我们的魔方撞都没撞起来，
全是个别魔怪在自转。我想先道个歉。今天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我造成的。我今天情绪确实不是很好，思想也一度不能集中。哎，你们两个今天就没觉得咱们这个指挥车上气氛从头到尾就都不对吗？你一个首席参谋，你营长，你们俩是这场演习的核心人物，你们俩之间情绪出现了问题，这魔方怎么转啊？如果这魔方转起来了，那也是胡转、乱转、瞎转。桑海田，仗打完了，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，请首长指示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把我的御风营啊，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，少一颗螺丝，我拿你试问。请诸位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情绪的问题啊，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，回到营区，吃饱喝足，心平气和，再谈不迟，明不明白？保证不谈情绪。郭子健，到。旅长有话对你说。郭子健，到。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？报告旅长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郭子健，这一仗表面上看是打成了平局，可是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呀。现在暴露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面子，但从你价值魔方的长远发展看，不是坏事。别逗我说话了。我们营你最了解龙眼山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。其实，从一开始曾参谋发现他们，龙旅长早都布好局了，一直没抓曾参谋，那是认为曾参谋带的几个人价值不大。明白了。幸好他没抓曾慕寒，否则我们输得更惨。哎呀，龙旅长太了解我了。我斗不过他，那要是加上我呢？我们俩能斗得过他吗？那应该五五开。龙旅长这么牛吗？营长，你不是刚刚经历过吗？杨茂林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人会是常胜将军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龙眼山。我已经联系过了。你妈妈手术很成功，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你放心，等回去，你先回去看看你妈妈，请假的事情就交给我。谢谢教导员。梁红，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等演习结束的时候才跟我说呀？咱们部队不是不讲人情的。当然了，你这个舍小家保大家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。但是，有些事情你一个人硬扛，他是扛不过的。你发没发现，
我们御风营呢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但就为什么每次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效果都不理想呢？你觉不觉得，这也是我们的价值魔方一直没有真正转起来的原因之一呢？你们太喜欢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一个人扛了，不愿意去找大家帮忙。谢谢你，教导员。我们家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，又刚好碰上演习，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很信任你的。郭子健给你发脾气呢，就是因为这次演习打得不够好，他心里急了，所以才发脾气。我一定会好好批评他啊。他没有做错，是我自己不够专业。哎，有时候你们两个也挺可爱的。刚才人家让你跟他一起回去，你还不愿意跟人坐一个车，现在又开始替人家说话了。我就是暂时不想看见他。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他的首席参谋吧。然后啊，我们在一起共事、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你梁红都当不了这个首席参谋，没有人可以当这个首席参谋。而且我坚信，常见如虹这个组合有朝一日一定可以所向披靡。教导员怎么连你都……梁红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常见如虹这个组合。我特别坚信，只要你们两个都在御风营，我们的价值魔方很快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转起来。但是前提啊，就是得好好治治郭子健这个臭脾气。谢谢，跟你这么一聊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哎，你嫂子给我弄了点绿茶，还挺好喝的，你尝尝。天干物燥，喝点，去火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喝茶？什么时候？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，越想越生气，越看越生气。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？这次我们御风营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信任你的吕首长交代，更没有办法跟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交代，更重要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交代了？是，都没法交代。确实是，梁红也是这么说的。人呢？回来也不露面，原来过来一起开会，复盘。复什么盘？人家梁红已经把调离申请给交上去了。调离？调去哪儿？不知道，反正调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。交给谁了？我才是领导。交给旅长了。胡闹吧！你也不拦着他点儿。我要找他。洪小飞，郭营长，梁红呢？走了。走了？报告没批呢，谁让他走的？演习开始之前，他妈因为犯心脏病进医院了。本来想请假回去，演习耽搁了。现在演习完了，人家还不能回去看一眼啊？进医院了？事先怎么不说呢？你给人家解释的机会了吗？不讲道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那得看郭营长什么时候批调离报告啊。批什么报告？他要是联系你，你告诉他放弃调离的想法。
我不可能让他离开御风营。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啊，今天让大家失望了。我是御风营建设的直接领导者，出了任何情况，我都会坦然面对，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。我和梁副军长是老朋友，但人情归人情，事理归事理。关于御风营呢，我现在的意见和当初的完全一致，就8个字：不伦不类，多此一举。记得第8集团军在组织新制力量骨干培训时，我曾到现地讲课并做过调研。当时我就对组建这样的单位提出过意见，很简单，没有必要。第一，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，加上兵种杂、品类多，合成营的建设本身也分了好几个层次，没有必要再组建新的力量单元。第二，就是御风营的架子就是搭在合成营架子之上，又配了几个特战营的功能，再加了几个新制技术，这不混搭而已吗？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创新。第三，就是御风营的力量使用和搭配，简直是胡来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它的远火装备和空突力量，过去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将来也一定不会这么使用。我这几条意见，既不是凭空臆造，也不是无中生有，既有本人的实践调研，也有与其他专家的沟通交流。可能梁副军长听了心里不大舒服，但是我也不能藏着掖着。哪里啊？我今天又没有穿防弹衣，也没有塞耳塞。我说了，大家畅所欲言嘛。啊，那既然这样啊，徐教授，你也谈谈吧。张教授是最强烈的反对派，我还真有点担心他。他这把锥子会不会扎伤梁副军长？如果梁北华这么容易就被扎伤了，那他这个将军还真得好好积积水分了。前段时间，媒体对御风营和巨风营2个先行营的训练进行了集中报道。现在看，时机还是早了点儿。当然，到底该怎么看御风营，怎么看郭子健，媒体只是一种表象，一切那都早着呢。如果现在连龙远山都跨不过去了，你何谈未来的战争啊？那这次讨论交流怎么收场？怎么收场？意见打包让梁北华背回去，慢慢消化。你不要怕他消化不了，啊，他既然要勇于创新，那就什么担子重，就给挑什么担子。毕竟，御风营将来真要建成个什么样子，郭子健固然重要，但是梁北华才是真正的操刀人。打够了。老张，我觉得我以前太过于在意硬件的合成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成想得少了。魔方的转动不能单靠模块和主轴，还得有一种向心力。这方面我做得不好，以后改正。还有，对于你的意见，我以后一定虚心接受。御风营要没有你，还真就转不起来。我也有我的问题，说话总喜欢重复，我也虚心改正。郭营长，郭营长，粮仓回来了，在哪儿？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快下飞，你过来，过来！全这么好记，全啊！笑什么？严肃点儿。全主要是
你妈妈还好吧？嗯，要不然让部队给医院打个招呼，关照一下。不用。什么时候出院？你有话跟我说啊？对不起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，为什么你不把你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我？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不，当然有关系。你说过，我们是那种上了战场，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对方的战友。御风营成立到今天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都会站在背后支持我。可我却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没能成为你值得信任的同伴。这一点我做得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这是我的私事，我不想因为私事影响演习。但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，我还是因为私事分神了。所以，作为一名职业的军人，这一点是我没有做好。虽然我也经常忘了这一点，但还是要告诉你，你是个人，不是台机器，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谢谢你告诉我我是个人，你才是机器呢。既然我们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那就抵消了。我认为，既然是搭档，以后就得坦诚相待，不能让误会影响了工作。你说什么？以后？对，留下来吧。我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，陪我一起转动价值魔方。那如果我不答应呢？那就换一种办法，要再不行就再换一种。反正我是不会让你离开御风营的。郭营长，你现在是在耍无赖吗？总之，你不会后悔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决定。那你这么说，我就是没得选了喽？选什么选？没得可选。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呢，今晚加班，明天我还要跟梁副军长汇报呢。把报给我。是。首长让你在他房间等一下，他交完班过来见你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么巧？什么这么巧？首长，首长，这个沙盘我见过。当年那场战役的战场沙盘，你见过？好了，记者来找我有什么事情？诉苦、告状，还是有其他诉求？跟我讲话不要看稿子，我不喜欢。首长，您要这么说，我就不敢开口了。是吗？你小子一贯我行我素的，还有不敢开口的时候。讲吧。是，我是来向您做深刻检讨的。队长，你觉得郭子健能过关吗？不好说，这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在演习中犯下的错误了。你这陪首长下了半宿棋，就探出这么个口风来啊？棋是下了半宿啊，那演习的事儿，一个字都没提。凶多吉少，倒也不至于。但是我估计啊，在这次御风营的建设当中，估计啊，梁副军长没少吃那些专家的钉子。新改革和传统思维的对冲，没碰个头破血流啊，就不错。是啊，所以我估计
御风营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让首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了。怎么讲？昨天那盘棋，他杀的我是片甲不留，一个子儿都不剩。哎呦，我的那检讨，真新鲜啊！在我的印象里，你郭子健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啊，哪怕有的时候屈从于强权，屈从于时势，甚至情感，但是你内心都高贵的不得了。我说的对吧？首长，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我觉得这次演习的失败，主要原因在于我个人。是吗？我没听错吧？首长，我这个人的思维习惯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在影响我的判断，所以遇到矛盾、遇到困难，包括一些客观性事件，都习惯性的往外找原因。别绕圈子，直奔主题吧。是。这一次，仅仅在用人上，我就有很多失误。在完全不了解汪麒麟的情况下，就把决定御风营命运的重担轻易交给了他，这是我最大的失误。还有，对杨茂林的使用，又一个兵王，讲讲看。显然龙远山比我更了解他，我还把他往龙远山的嘴里送，这是我过于自信、过分轻敌造成的。接着说。第二，是内部关系。由于我个人性格因素，导致我们指挥体系内部运行出现卡顿，甚至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补短。第三，力量组合上顾此失彼，由于瞻前顾后，导致配属给我们的空突力量完全没使用，加上特战排的使用失当，以及其他新制兵种的组合不到位，致使根本没打出我们新制作战营的特色来。第四，在城市攻防作战中，我们投入的精力和研究还是太少，结果一到现地，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，所以官兵们都不适应，打了不少乱仗。第五，战损收容体制不精确不精细，这一次如果不是曾慕涵挺身而出，在最后阶段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。所以，单从我营指挥员的角度来看，此战早已失败。哦，厉害啊！有点意思啊。这都是我们旅长设计的。不错。到了。到了。第二。同志们，欢迎王旅长到山豹旅来参观指导。佟政委太客气了。请把您的食指在这儿扫描一下，门才能开。我的食指？对。哎，这里怎么会有我的照片信息？我从来没有在你们这输入任何信息啊！我们的信息侦查中心已经通过别的途径把您的身份信息采集到了。请进吧。好。王旅长，我们曾经是对手，知己知彼是赢得战争的首要任务。我们对你和何政委的相关信息做了收集。要不然你也进不了这座指挥中心。怎么，我的血压都测出来了？是，你现在的血压有些偏高，可能是刚经过城市战训练场时有些紧张。好多年没有经历这些了，真是又激动又兴奋还紧张啊！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。韩旅长。有，韩旅长，王旅长。没想到你的指挥所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呀，是全数字化的指挥中心。每天的训练情况可以在这里实时看到。来，您看看。好。郝参谋长，给王旅长介绍一下
咱们全数字化指挥所的情况。是，在这里，可以对全旅各兵种、各专业和不同岗位进行自动考评，各班排和单兵个人也可以从网络系统回放复盘，查看自己当天的训练情况，总结训练中出现的问题。这套指挥训练系统比以往传统的训练方法能提高200%的效果。能提高这么多呢？是的，这套系统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全旅实力的大数据库。士兵从入伍第一天起的训练情况，包括体能、体质、心理素质、技能参数等，全部录入大数据库，以供随时调出用。如单兵技能达到某一级别的标准之后，就可以自动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科目训练，而不用与还未达标的士兵继续重复初级和低级的训练。因此，能帮助士兵在有效的服役期内合理调整训练强度和技能难度，对提升单兵作战能力、合理部署兵力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。哎，这个片子我好像刚才在哪看到过。王旅长，这就是刚才您和郝参谋长一起经过的城市巷战的训练场，每天的课程在这儿都有记录，每一个战术动作都是要讲评的。现在画面显示的是我们特战大队2大队的攻防训练。刚才你们经过的时候，是1大队在训练。呀，坏了！我刚才狼狈的样子，你们是不是都看到了？第一次进入我们城市战训练中心的人呐，都会吓出一身冷汗。我们这个呀，可都是真枪实弹的训练。是啊，听出来了，枪声炮声都很实在。这么搞训练不安全吧？万一出事怎么办？这个你放心，安全措施完全可靠。一旦有不安全隐患，系统会自动报警的。不过，像刚才王旅长那样镇定自若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。我不信您自己看看。像个战场的样子。你能如此淡定自若，确实值得佩服。我是上过战场，打自卫反击战的时候，我们是第一批冲上敌人阵地的。第一次上战场遇到的第一个敌人，不是对手，恰恰是我自己的恐惧。一旦战胜了恐惧，也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王旅长，要不要休息休息？不用，带我参观一下你们山堡里的军事馆吧。王旅长，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1年，哪有什么历史可言，更没有什么光荣的传统可以记载呀。你们出山第一仗就把我们808旅打败了，接下来又战胜了909旅，这个战绩还不辉煌啊？其实这些，对我们蓝军来说，是一种悲哀。悲哀？是啊，我们也是解放军，我们是陪练，也就是磨刀石。陪练的任务就是让我们的战友提高战斗力，好去战胜真正的敌人。可是我们的战友连我们都打不赢，这样的胜利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我们只是一支假想的敌军，连假想的敌军都打不赢，那碰到真正的敌人该怎么办呢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是值得悲哀，是我的悲哀，是王可争的悲哀。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荣誉可言，也不用建立什么荣誉室、军事馆。那你们怎么搞传统教育啊？我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虚拟的军事馆。虚拟军事馆，这我还第一次听说啊！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？你看，这不是跟我们808旅历史一样吗？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啊！没错，这就是808旅军事馆的资料。我们山堡旅虽然没有历史，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。我们让官兵时时刻刻牢记，我们山堡旅虽然是一支专业化蓝军，但同样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中的一支建制部队。我们呢，也常跟官兵讲，虽然我们平时穿的是外军的衣服，手里拿的是一部分外军的武器，但我们还是一个绿皮红心的萝卜，心永远是红的。我们旅的传统教育分为2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把808旅、909旅的老大哥部队的光荣历史作为我们旅的传统教育的基础课，制作宣传片，设置网上军史馆，让官兵们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，不忘入伍初心，教育官兵继承优良传统，发扬光大。
3分队已经在左翼登陆，20分钟后迂回到107高地一侧，与机降的特战大队会合。怎么不和陆航协同好呢？啊？直升机比坦克早上来3分钟，3分钟，敌人就可以重新组织起火力。我和他们沟通了，可是干扰太厉害。我想告诉他们，今天的海流有变，让他们进入的时机推迟5分钟。可怎么喊他们都听不见，电台里全都是杂音。马上去解决问题。是，已经安排人正在解决。旅长，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？你带手榴弹来了？808旅王可征把韩鹏臭揍了一顿，听说打得还不轻呢，浑身多处骨折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了。听谁说的？我的消息一向灵通啊。还有，王可征因为受处分，本来都提了军副参谋长，命令都宣布了，结果又收回去了。你这个版本啊，内容基本属实，但夸大的成分多了些。两人弄了场散打，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和旅长韩鹏2个人没打过808旅旅长王可征。韩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回旅里休息了3天。王旅长提集团军副参谋长的命令，是因为上次演习受处分而推迟宣布。这是官方的，转官方。王可征这次可倒霉了。其实啊，我也想教训教训韩鹏那些人。哎，可是咱们不能犯王旅长那种鲁莽行事的低级错误，你说对吧？对，太对了，旅长啊，这一点我要向你好好的学习。学什么？你看，你对韩鹏总是异乎寻常的热情，而且你能化敌为友，你又那么谦卑，那么虚心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要是我啊，真的很难做到。啊，是吗？是啊，而且谁都说不出道不出什么，还显得我们诚恳主动。他到机场，你还亲自去送我，这是多高的贵人！东拐东拐，训练结束后，把部队直接带回。小梁子，到。把旅长的吊钩带上。是。旅长啊，你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总是那样有风度、游刃有余，我真的要向你学习很多年呀。不用学就会。韩鹏他们是在执行战区陆军首长的指示，虽然我们并不欢迎他们，但还要落实首长的指示。该欢迎欢迎，该请客请客，该送行送行。礼节也是一种文明。别看他们级别不高，但来头不小，跟他们较劲。他送材料我收下，他说啥我听啥，有用的我就吸收，没用的我就不用。哦，对了，韩鹏他们上来就抓信息情报，这招确实狠，也确实高明。我在情报部门专门成立了一个猎豹小组，把韩鹏所有的资料都储存在了数据库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山豹旅再次对抗，估计要轮上恐怕也要2、3年了。那就先秘密准备着吧。轮不上，但韩鹏运气，一旦时机来了，精准打击，定点清除。怎么也得让韩鹏当一回909旅的俘虏。对。俘虏来了，俘虏来了。别急，很有可能是条大的。
够大的。旅长不让动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旅长还没吃饭呢。你去跟食堂说，重新弄份饭菜啊，旅长最爱吃的猪头肉，一定要弄点。是。政委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不来呀，我要找你去。找我干啥呀？政委，我想让你来救我。你说胡话呢吧？我前天来找你，你不开门，说什么我要看资料，不能打扰，现在又让我来救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掉深渊里去了，政委，真的。哎呦，你赶紧去洗个脸吧，整利索点啊！我跟你说正事。去呀！荣誉过剩，让我们固步自封，盲目自大，让我们封闭了自己的耳目，根本看不到，也看不清什么是新军事革命的大潮，看不到未来战争的危机就在眼前。这次失败败得好，没有这次失败，我也许还在继续堕落。如果不是这次失败，808旅也许永远迎不来真正的春天。我自己掉进了深渊几年，又把部队也带进了这个深渊。哎呦，从深渊里爬出来了。怎么，看我写的东西了吧？看了，不错，挺好的。虽然语句不太通顺，但是意思蛮深刻的。行，有政委你这句话，咱俩算达成共识了啊。哎，你要我救你什么呀？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真的梦。当时我带队攻上535高地，正高兴着呢，韩鹏走过来，说：“你也不往身后看一看。”我当时看了一下，没想到535高地上有一个大的天坑，看不到底。韩鹏过来说：“不让你上来，你非得上来。”说完，啪的推我一下，我掉坑里了。越掉越深，怎么掉都掉不到底呀！我当时，我喊我都喊不出声来。醒了以后，就写了这篇文章。没写完，都是些支离破碎的想法，我怕回头给忘了，就先写下来。但我想起了你说的那句话。我说什么了？观念。要是观念变了，好多看法就变了。怎么变的？我觉得我有点恬不知耻。不至于吧？真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耻辱了。所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在全旅上下开展知耻教育，在官兵中树立知耻而后勇思想，号召全旅要卧薪尝胆，重振808旅雄风，
把我们的失败原原本本的告诉全体官兵，发动官兵查问题，找出路。原来你把自己关在这里3天3夜，在这修行呢。政委，不修不行了。山报里这东西，我看了3遍，整整3遍。第一天看了1遍，我出了一身冷汗；第2天又重新看了1遍，后脖梗子发凉了；第3天再看，我是一身热汗，浑身发烧啊！我就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败了。同志们，旅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，在808旅全旅上下开展一次深刻的支持教育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让全体官兵从今天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从今天起勇敢地甩掉我们身上的优越感和荣誉包袱，以耻为鉴，奋发进取，不怕耻，认识耻，化耻辱为动力，知耻而后勇。今天，在我们的军史馆里，举行808旅有史以来第1块记录耻辱的铭记碑——知耻碑的揭幕仪式，就是要给全体官兵，尤其是干部们敲响警钟。808旅如果再不思进取，再不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再不站到训练改革的前沿，808旅就会像这次演习失败一样，被时代的大潮掀翻，沉没。旅长提议要把这块碑放在我们的军史馆内，和我们旅取得的荣誉放在一起，并希望由此能够成为808旅的一个规矩，让史实成为一面镜子，而不是一道光环。希望全体官兵能有一颗平常心，做到宠辱不惊，既能正确对待成绩，也能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败。下面，请旅长为知耻碑揭幕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王可征正为何亚洲的名字永远刻在了这上面。刻下了名字，就是立下了军令状。808旅翻不了身，我们将是永远的罪人。谁让我们是808旅现任的2位主官呢？我表个态，从今天起，我王可征只干一件事。打翻身仗。对我自己只有一个要求：不负使命。对808旅来说，不辱番号，战旗不倒。同志们，作为中国军人，我们必须做到听党指挥，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。从今往后，一切要以战场为背景，一切要以战时为标准，一切要以打赢为目的。我还要求你们，从今天起，1年之内，808旅不再发布一条有关成绩、表彰、立功受奖的消息。我们的行动口号是：知耻后勇，卧薪尝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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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耻后勇，卧薪。
陈政委，您怎么来了？红毅啊，从狼山基地回来过后，我一直想找时间和你聊聊，可这事情太多，没顾得上。总结大会上你发表的意见，我认为是对的，有积极意义。可是有些想法跟旅长不太一致。有时候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欲言又止啊。是，不想再说了。为什么？说了也是白说，他得罪人，工作上没改进，我和他的矛盾反倒加大了。不说，比说要好。红毅啊，你是对楚旅长个人有意见呢，还是对旅里的工作安排、工作思路、思想作风、生活保障方面有意见呢？主要是对旅长个人有看法。因为旅长的态度和言行直接影响了全旅。我对他的意见，也是对旅里工作的意见。好，你说清楚一点，也好，我在你们之间有个沟通。我觉得根本不懂现代战争的规律和特质。又不愿听别人的建议。我带着特战大队在狼山潜伏了6天7夜呀，最后呢，把特种兵当成一般步兵来使。那特种兵特种作战的优长，我怎么发挥出来？你可能是误解楚旅长，他对整个战法只有通盘考虑。他认为你们特战大队潜伏悬殊太大，所以才等到炮弹到位、摩步营布置到位再发起总攻。如果没有炮火准备、炮火攻击，你们上去了也站不住脚。这不还是他那老一套的传统战术吗？先炮火轰击，再步兵冲山头，看上去挺热闹，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？这套东西解放战争就在用，教科书上也都有。哦，光你们知道，人家蓝军不知道啊！1500公里，费了9牛2虎之力把炮船拉上去，原指望他们可以彻底摧毁蓝军的前沿攻势。可最终呢，10分钟不到啊，让人家给灭得干干净净。说这个来气，你呀，江小庆，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咱们的网络通信被人家控制着，把炮兵阵地设在33洞高地，这个情报几天前蓝军就知道了，也不马上变更，硬往上拉。蓝军的电子侦察、直升机空中侦察、太空的卫星侦察，早就把朱团长他们盯得死死的了，能不被人吃掉吗？同意啊，也许旅长考虑的没那么周全。是的，他这方面考虑的可能不太周全，可他摆样子演给首长看，考虑的可是10分周全啊。说白了，这不就是拿演习当演戏吗？特种兵作战的原则就是近距离避敌，我们都已经潜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了，却让我们像步兵一样去冲锋，这完全违反了作战原则嘛。如果把炮团的2个营分别设置在另外2个相距较远的地方，如果摩步一营能跟着大部队一起出来，如果电子对抗营能先一步主动出击，首先对蓝军实施电磁覆盖，数字指挥方舱跟着指挥所行动，而不是跟着装甲团坐火车。如果这样，2个摩步营同时对535阵地发起正面攻击，我的特战大队再从侧面和后方发起突然袭击和偷袭，我敢说，909旅绝对不是今天这种局面。同意啊，旅长也很后悔这件事情啊，以后不要再提了啊。你不提，我也不提，大家都不提，都当和事佬，这叫总结吗？上来就定调子，3七开，谁还敢讲话？好，你所说的这些